我叫秦慕云，宁国公府的庶女。论家世，我不如嫡姐秦朝云；论才华，我也比不过她。但我以为我拥有了这世上最好的姻缘。慕云，嫁到侯府可还习惯？有夫君在，哪里都习惯。你姐姐守寡不易，你能来作伴，我替她高兴，也替自己高兴。我信了他每一句话，直到那一天。二少夫人用力呀，胎儿太大，再生不下来就一尸两命了。大夫，求求你们帮我去找大夫。夫人，二少爷交代过，不让大夫接生，你就忍忍吧。沈烨，这就是你说的好好照顾我，连大夫都不愿给我请。沈烨，沈烨。我的傻妹妹，别喊了，你那生不出来的死胎早就被处理掉了。从今天开始，我的亲生骨肉就是你拼掉性命所生的侯府嫡长了，你就安心去吧。姐姐会用你这位侯夫人的名义，帮你把我的孩子好好养大。让你做了1年的侯夫人，享尽荣华富贵也算便宜你了。我从始至终爱的人，只有朝云一人。可是靖安侯夫人，我知道，不过我那靖安侯哥哥已经战死沙场，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如此闭月羞花的秦朝云寂寞一生啊！你当真以为沈郎是爱你啊？若不是我怀了沈郎的骨肉，需要你这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掩护，沈郎又怎会娶你进门？妹妹，多谢你借腹生子，替我们打了这么久的掩护。原来全都是骗局，原来我这悲惨的一生，只是你们用来偷龙换凤的踏脚石。我好恨，我好真是可怜啊！靖安侯成亲才第2日便出征，不到1年就战死沙泉了。谁说不是呢？听说连尸骨都没找回来，前面那口黑漆棺子里只放着一套带血的盔甲呀！这是靖安侯官救回京的那天，我这是重生了。秦朝云，夫君，我来陪你了。天哪，好一个贞洁烈妇！踩着我的血肉给自己立贞节牌坊，这一次我倒要看看，没有我拦着，你这壮观戏码还怎么收场。姐姐，你一定要节哀啊！侯爷虽然尸骨无存，但他泉下有知，若是看到你这般作践自己的身子，该有多心疼啊！姐姐，死人已逝，活着的人还要好好活下去啊！夫君，你为何如此狠心，抛下我一个人就这么走了？没有你，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赵云这就来陪你！姐姐，你千万别想不开啊！天哪，流了好多血！靖安侯夫人竟然真的要以身相许，真是一位奇女子啊！好一个刚烈的烈妇！姐姐，来人啊！快来人啊！快叫大夫！皇上，靖安侯夫人这般贞烈之举，实在可感天地。如此愿意与夫君同生共死的女子，当受天下人敬仰。我等的就是这句话。皇上，皇后娘娘，小女斗胆，愿为我这苦命的姐姐请命。如此忠烈之女，理应封以诰命，立碑立传。
她当为我大夏朝所有女子的典范，求皇上成全我姐姐这一片痴心。好，说得好，靖安侯夫人以死明志，可歌可泣。来人，你旨。朕特封靖安侯夫人为二品诰命节妇，以示皇恩浩荡，褒奖其贞洁烈骨。二品诰命节妇，好姐姐，皇上亲赐的贞洁牌坊，你可得好好背着。我看你肚子里那个刚刚怀上的野种，你要怎么生下来？我儿虽然战死，但能换来昭云这二品诰命节妇的荣耀，也算光宗耀祖了。母亲说的是，嫂嫂这次确实是为侯府争了大光。这都是姐姐该得的。若不是对侯爷情深至极，姐姐也不会撞得那般重。全城的人可都看着呢。老夫人，圣上说了，节妇乃天下女子典范，务必好生照料，可不能出半点差事。公公放心，老身定当将她供起来，绝不让她受半点委屈。肚子好痛，咽了。嫂嫂，嫂嫂，你这是怎么了？可是白日里撞伤了头，引起的眩晕。不是肚子。嬷嬷，您快看，我姐姐这是怎么了？白天撞了头，现在却一直呕吐喊肚子痛。这撞了头怎么会肚子痛？嬷嬷，姐姐现在可是皇上亲封的二品节妇，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闪失，我们整个侯府都担待不起啊！二公子，太医来了吗？快去请太医给姐姐看看啊！不用麻烦宫中的太医。二公子，这是何意？姐姐伤得这么重，为何不请太医？现在已经是深夜，宫门早已落锁，为了这点小事惊动圣上和太医，未免太不知轻重了。来人，快去拿我的名帖，请侯府相熟的寄生堂吴大夫过来。二公子，寄生堂的大夫能跟宫里的太医比吗？姐姐替侯爷殉终，血染棺椁，连皇上都为之动容。难道他现在病重，还不配让太医诊治吗？秦慕云，这里是靖安侯府，我说了，请吴大夫就行，你需要再在这里无理取闹。啊！痛死我了！沈燕，你看看姐姐，她都疼晕过去了，你还在这里推三阻四。嬷嬷，求您看在姐姐一片贞烈的份上，救救她吧！如果姐姐今夜有个三长两短，皇上和娘娘怪罪下来，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沈二公子，秦小姐说的对，侯夫人乃是天下的表率，不容有失。拿着皇后的令牌，连夜进宫传太医。微臣参见二公子。太医，要去看看侯夫人，她头部受创，如今腹痛昏迷，情况危急。是，微臣这就诊脉。我看谁敢碰他！二公子饶命啊！沈燕，你疯了！你竟敢对太医拔刀！嫂嫂的闺房，岂容外男随意触碰？太医若是敢诊，我今天就杀了你！沈燕，你要杀太医，就先杀了我！
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为了救她，我秦慕云就算死在你的刀下，也绝不退让半步。放肆！沈烨，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在侯府之内对朝廷命官和忠烈家眷刀剑相向！二公子既然要杀便杀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救我姐姐，护她周全。好一个至情至性的秦家小姐，面对刀剑，竟能为长姐做到如此地步，真乃世间罕见。微臣参见皇后娘娘，微臣绝无伤害太医之意，只是什么？本宫亲眼所见，你刀架在太医脖颈之上，若非秦二小姐舍命相挡，太医此刻已身首异处。娘娘明鉴，臣女姐姐夜里突然痛嚎不止，臣女不敢怠慢，这才请了嬷嬷连夜入宫求助。却不知二公子为何突然发疯，竟然阻拦太医为我那苦命的姐姐看诊。好一个静安侯府，皇上刚封了节妇，你们就是这么好生照料的？太医，还不快去给静安侯夫人诊脉！若有半点差池，本宫拿你试问。是，微臣遵旨，微臣这就去。太医，这怎么搞的嘛？怎么会这样？太医，我这好儿媳怎么样了？太医，您怎么了？是不是我姐姐她出了什么事？姐姐，你醒醒啊！你可千万不能丢下舒儿啊！回禀娘娘，侯夫人她身子并无大碍，只是吞吞吐吐成何体统？只是什么？不知是不是微臣老眼昏花诊错了，侯夫人这脉象就是喜脉，并且观其脉象已有1个月有余了。喜脉？太医，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姐夫离经征战已有1年之久，连尸骨都未寒，我姐姐怎么可能有喜脉？你这是在往她身上泼脏水！胡说！你简直是一派胡言！嫂嫂一直深居简出，怎么可能是喜脉？你这老庸医是不是被人收买了，故意来构陷侯府的清誉？二姑爷休要血口喷人！老夫在太医院当差整整40年，历经3朝，深得皇上和娘娘信任。老夫的医术还轮不到你来质疑。老夫刚才诊得清清楚楚，那脉象往来流利，如盘走珠，绝对是华脉无疑。二公子若是不信，大可再去请别的太医来复诊。娘娘，您可要为我姐姐做主啊！我姐姐嫁进侯府虽然只有1年，全京城谁不夸她贤良淑德？如今侯爷战死，她北讽之下甚至不惜血染官角，跟着殉情。如此忠贞不渝的女子，怎可被太医污蔑有孕？求娘娘明察秋黄，求娘娘再多叫几个太医来，一定要还我姐姐一个清白啊！天哪，我没听错吧？里面刚才说静安侯夫人有喜了，喜脉？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听说静安侯成亲没几日便去了边关，这都快1年了。这长夜漫漫的，难道是这位刚烈无比的侯夫人守不住寂寞偷人了？天啊！皇上驾到！朕在宫中听闻，诰命夫人怀有喜脉，这到底怎么回事？陛下，绝无此事，一定是他在诬陷。是啊，陛下，姐姐一世贞洁，求陛下一定要还我姐姐一个公道。
去，给静安侯夫人诊脉。朕倒要看看，到底是太医医术不精，还是有人胆大包天，敢在这劫妇的头上泼脏水。皇上亲自带来的2名院正，秦朝云，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说？禀皇上，刚才那位太医并未诊错。静安侯夫人确实是喜脉，并且观其脉象已1月有余，胎象十分稳固。小姐，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道！刚被皇上亲口封为贞洁烈妇，转头竟然就被整出了1个多月的身孕，这等奇闻真是闻所未闻。依我看啊，这静安侯府里面也未必干净的很。你们想想，这小叔子到了成婚的年纪，却迟迟不肯娶妻，谁知道这深宅大院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龌龊事？你们为何要救我？就让我随夫君而去吧。他死了，我活着还有何意义？嘿，你个不要脸的淫妇！你还有脸提我那可怜的儿？快给老身从实招来，那个奸夫到底是谁？母亲，您打我干什么？我刚才只是因为生痛晕过去了，我还梦见夫君来接我了。姐姐，你糊涂啊！你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还要拿姐夫的在天之灵来做戏吗？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什么孩子？无语，你疯了吗？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太医刚才当着皇上和娘娘的面，已经清清楚楚的诊出你有1个月的身孕了。姐姐，你糊涂啊！不可能，姐夫可是为了保家卫国战死沙场的大英雄。你若是真的守不住这深闺的寂寞，也该禀明长辈，何至于在这个节骨眼上红杏出墙，做出这等不知廉耻、遭人唾骂的事呢？你让父亲和母亲的脸往哪里放？你让静安侯府以后怎么在京城立足？姐姐，你快跟皇上说，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是不是有歹人潜入侯府，强迫你、逼你的？这不可能！我的昭云从小循规蹈矩，怎么会做出这种不知羞耻的事？老爷，这个不要脸的孽女！你自幼饱读诗书，女则女训背得滚瓜烂熟，断然不会做出这等下作之事。你快跟皇上说，是不是有贼人翻墙进来逼迫你的？只要你说是被逼的，亲家拼了命也会保住你的命。母亲，国公夫人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静安侯府治家甚严，内院犹如铜墙铁壁一般，能进这后宅的，除了女眷，便只有骨肉至亲，哪里来的山贼歹徒能逼他？秦朝云，你今天若是说不出这奸夫是谁，老身就亲手请家法扒了你的皮。说，你肚子里的孽种究竟是谁的？好一对情深意重的野鸳鸯，前世为了名正言顺的在一起，活活把我逼死在产床上。这事大难临头，我倒要看看你们会不会像疯狗一样护养。燕郎，你说话呀！你为什么不说话？姐姐，你有什么天大的冤屈？赶紧当着皇上和娘娘的面说出来啊！你到底在怕什么？天子恩泽四海，体恤我们秦家，今日才刚刚下旨，亲封你为2品诰命节妇。你若是真的背着姐夫偷人，那可是欺君之罪，是要诛9族满门抄斩的。说不出来是吧？来人，把这不要脸的淫妇给我拉出去进猪笼！我们沈家清清白白，满门忠烈，绝不替你背这个欺君的黑锅。家门不幸，真是我沈氏一族的奇耻大辱啊！姐姐，你可是我们秦家最引以为傲的嫡长女，父亲和母亲在你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指望你光阳门楣，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有辱家风、连累秦氏一族9族的事？若有人逼你，秦家自会替你讨回公道。你若再敢隐瞒不报，秦家全当没生过这个败坏门举郎的女儿。从今往后，你的生死与我宁国公府再无半点瓜葛。既然都不认，那就别怪老心心狠。来人，拖下去！
杖责50，直接沉江。别杀我！母亲，媳妇儿腹中的孩子是二公子沈燕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沈燕，我看你今天怎么在这满朝文武面前收场。皇上，微臣知罪，求皇上恕罪啊！你说什么？混账东西，畜生不如！你竟敢做出这种败耗人伦、天理难容的暗杂事儿，你对得起你那尸骨未寒的大哥吗？母亲，儿子知错了。可是当年大哥成亲，连洞房都未入便上了战场，他与朝云根本算不得真正的夫妻啊！孩儿自幼便与朝云两情相悦，是皇上的赐婚生生拆散了我们，求母亲成全我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吧！更何况，朝云腹中已经有了我的骨肉，那可是流着咱们沈家血脉的长孙啊！母亲难道忍心看着沈家的骨肉流落在外吗？我也不是故意的。侯爷临上战场前亲口对我说过，若他遭遇不幸，绝不让我为他守寡，允我改嫁。夫君为国捐躯，大义凛然，难道他这最后的一点遗愿，你们都不能成全吗？姐姐，侯爷心疼你，不忍你年少守寡，那是他大义。可侯爷战死沙场的消息，是1个月前才传回京城的。陛下，老臣愧对您啊！老臣教女无方，竟救了这种不知廉耻的畜生，实在是有辱家门，老臣万死难辞其咎。好一个情不自禁，好一个靖安侯府的长孙！沈旭在前线为国浴血赴晒，尸骨未寒，你们却在这深宅大院里暗结珠胎，苟且偷欢。你们把朕的赐婚当成了什么？把大夏的法纪当成了什么？陛下饶命啊！我已经知道错了，求陛下看在我哥的面子，放过我和嫂嫂。陛下，我知道自己对不起夫君，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而且靖安侯在天之灵，肯定也不愿看到我守寡的。秦朝云，看在靖安侯为国捐躯的份儿，朕今天饶你一条狗命。当年是朕为靖安侯府和宁国公府赐的婚，如今便也由朕做主。朕替靖安侯休替你。皇上，不要啊！皇上，褫夺你2品诰命节妇之封号，从今往后，你不再是沈旭的夫人，与靖安侯府再无半点瓜葛。只是可怜了靖安侯，年纪轻轻便为国捐躯，如今落得个被妻子背叛的下场，连个名正言顺为他扶丧斩书3年的人都没有。当年皇上赐婚，只说是宁国公府的女儿，并未指明是哪一个。如今秦国云被休，那这个靖安侯夫人的位置就空出来了。秦家为了保全名声，绝对不会容忍我这个知道太多丑事的庶女继续留在家中。与其被父亲随便找个人嫁了，不如由我亲自请旨。来人，明日靖安侯下葬，朕要亲自为他举牌扶丧。万万不可！陛下，你身为一国之君，怎可为我儿做如此下等之事？反正靖安侯已经死了，我顶着他魏王人的头衔，抱着牌位成亲，不仅能名正言顺地脱离秦家，还能手握靖安侯府的滔天权势。从此以后，谁还敢欺负我？皇上，靖安侯乃国之忠烈，大夏的英雄。长姐做出这种有辱他清誉的苟且之事，臣女身为秦家女儿，痛心疾首。臣女愿意替秦家赎罪，愿以魏王人的身份为侯爷扶丧斩衰3年。什么？秦家丫头，你可知你在说什么？靖安侯已经死了，连尸骨都没有。你此番嫁过去，可是要守一辈子的活寡，你当真愿意？臣女愿意。靖安侯为国捐躯，忠勇无双，臣女钦佩至极，愿为他守节一生，绝不让世人辱没他半分英名。若老夫人同意，臣女嫁入侯府后，也可以从宗族中过继一个宗子，悉心教养，必定为靖安侯继承香火，延续血脉。宁国公，看来你们秦氏一族也不全是不知廉耻之辈，还是有这般深明大义、忠贞不渝的奇女子的。老臣惶恐，老臣多谢娘娘夸赞。好一个忠贞烈女！秦家能有你这样的女儿，足以抵消秦朝云的罪过。来人，拟旨，册封宁国公次女秦慕云为和真县主，即日赐婚靖安侯，赏黄金1,000两，2田100亩。钦此。谢皇上恩典，臣女实在受宠若惊。起来吧，这都是你应得。
如果不介意，以后你就是本宫的妹妹，有什么事儿尽可与本宫来说。娘娘这是要认我这个庶女当义妹？天哪，这要是认上义妹，我这府上岂不成了皇亲国戚？娘娘，臣女惶恐。哎，本宫瞧着你就是欢喜，妹妹就不要拒绝了。谢娘娘厚爱。好，如今靖安侯有了新任夫人，还与朕成了皇亲，靖安侯地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皇妹啊，这明天的下葬仪式，你可要好好准备了。是，臣女定不辱皇恩。这秦家二小姐是不是疯了？为了个告爵和县主的头衔，竟然甘愿守活寡？谁说不是呢？就算有钱有势又怎么样？这大好年华，夜里一个人孤枕难眠，多惨啊！秦慕云，你少在这里得意。你以为你赢了吗？你抱着一块木头过一辈子，我看你能熬到几时？姐姐，你错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只在乎从今天起，我就是这座侯府名正言顺的主人。从今天起，我就是这座侯府名正言顺的主人，再也不用受任何人的欺辱，更不会像你一样沦为一个见不得光的妾室。好啊，那你就在这抱着木头过一辈子吧，蠢货！迎夫君出靖安侯要一路走好。秦慕云这个傻子，竟然自己往火坑跳，让他先风光几日，等过了这个风口，我就和燕郎继续掌控侯府，到时候让他哭都没地方哭去。800里加急，靖安侯回来了！靖安侯回来了！禀皇上，天佑大夏，侯爷没死。侯爷在战场上虽然中了毒箭，摔下悬崖，但被一户农家所救。他现在不仅没死，而且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什么？沈旭，他没死？沈清没死？好，好，好！天不绝我大夏良将！快，立刻备马，传太医院所有当值的太医，带上最好的伤药，出城去接他！快去！没死，这可太好了！靖安侯可是咱们大夏的顶梁柱啊！皇上最看重靖安侯了，这次大难不死，立下不世奇功，回来估计又要加官进爵了。怎么会这样？上一世沈旭明明连尸骨都没找回来啊！难道我的重生把他的命也改了？那我这未亡人的身份……好孩子，你真是个有福气的，你一来，旭儿就活过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们靖安侯府名正言顺的长媳，我这当家主母只认你这一个好儿媳妇。母亲，我肚子里还怀着您的长孙啊！现在旭儿还活着，等她平安回来，母亲亲自替你们操办一场全京城最风光的婚礼，我们侯府绝不亏待你半分。多谢母亲厚爱，只要侯爷平安，慕云便心满意足了。老夫人请宽心，侯爷虽然坠崖重伤，但好在命大，只是这箭头上喂了剧毒，余毒未清，只能等毒素彻底拔除，方可苏醒。阿弥陀佛，只要人活着就好，有劳太医了。把那2个畜生给我带到祠堂去，给我跪上3天3夜，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给他们送一口水一口饭。你们这对不知廉耻的东西，做出这种不要脸的勾当，把我们沈家的100年清誉都丢尽了。母亲，我错了，您饶了我吧。秦朝云，皇上金口玉言，你已经不再是靖安侯夫人了。既然已经被休弃，你想去哪里便自去吧。我们侯府这座庙太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求母亲做主。
啊！我已经被皇上褫夺了诰命，现在又怀了燕郎的骨肉，您把我赶出去，我还能去哪里啊？母亲，千错万错都是儿子的错，可朝云肚子里的也是咱们沈家的骨肉，是您的亲孙子啊！当初我与朝云本就两情相悦，是皇上一道圣旨硬生生将我们拆散。大哥成亲不久便一人去了边关，朝云在府里日夜凄苦，我们只是情不自禁啊，母亲。二公子这话说的真是冠冕堂皇。你们若真是情比金心，当初皇上赐婚时，为何不据理力争？当时秦家这一辈的适婚之女，足足有5人之多，难不成是我父亲拿着刀逼着姐姐非要嫁入侯府不成？姐姐做出了这种伤风败俗，将我们秦家和侯府的脸面都踩在泥里践踏的丑事，难道还是我们这些安分守己的女子的过错吗？二公子，你若真爱慕姐姐，为何当初连争取一下的胆量都没有？你这般唯唯诺诺、贪生怕死，也配当做大丈夫？等到时过境迁，你却趁着自己亲兄长在边关浴血奋战、生死未卜之时，在后院里勾引他，简直是卑劣至极，令人作呕。秦慕云，你说的倒是好听，若是换成你，嫁了人第2天便独守空房，1年见不到一个人影，我不信你会甘心像个尼姑一样受一辈子活寡。我就算是死了夫君，也绝不会像你一般下贱。你一个偷偷摸摸爬上沈宴床的女人，有什么资格也配来和我相提并论？罢了，你们2人在侯府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还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我是管不了了。你们爱死爱活，随你们的便吧。刚才宁国公府那边传来消息，国公爷已经连夜请出了族长，开了祠堂。宁国公亲口宣布，秦家没有这种败坏门风的女儿，即刻起将秦朝云的名字从秦家族谱上彻底划去。母亲不能这么对我，我不要被赶出秦家，我不要！你们都想逼死我是吧？好，那我就死给你们看！我被爹爹赶出家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都别拦我！朝云，你千万别做傻事，你死了，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啊？行了，要死出去死，别脏了我沈家列祖列宗的清净地。娘，求你了，朝云现在无处可去，他要是被赶出侯府，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呀！求您看在他肚子里怀着您亲孙子的份上，让我娶他吧，娘。罢了，既然他怀着沈家的种，便给他留条活路。正妻他是这辈子都别想做了，就给他个名分，跟着你做个妾室吧。你们做出这种丑事，也不必再出去丢人现眼了，立刻收拾东西。今晚就给我搬到侯府最偏僻的北院去。从今往后，你们兄弟分家，你们2房的死活与我静安侯府再无瓜葛。娘，我可是您10月怀胎生下的亲骨肉啊！难道就因为大哥是长子，袭了爵位，我就不是您的儿子了吗？你怎么能对我如此绝情？求你了，娘！如果我不风风光光的把赵云娶进门，他以后要在后院怎么活下去？就这么没名没分的跟了我，以后岂不是要被全京城的人戳着脊梁骨笑话一辈子？小叔，你这话可就大错特错了。若是你真的不顾廉耻，大摆筵席，明媒正娶你兄长曾经的遗孀，那才是把咱们静安侯府的脸面彻底撕下来扔在地上踩。到时候，静安侯府才会沦为整个京城最大的笑柄。你自己不要脸，静安侯府还要脸呢？秦慕云，你少在这里得意忘形，别忘了审讯那个短命鬼还没醒过来。你说什么？怎么？我说错了？审讯那个短命鬼如今虽然被抬了回来，但太医都说了，他中毒极深，昏迷不醒，他到底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未知数。说不定明天他2腿一蹬，你马上就要跟着我一起做寡妇了。你竟敢在这个时候诅咒当朝功臣，诅咒我的夫君，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秦慕云，这世上就没有那么便宜的好事。你以为你能安安稳稳做你的侯夫人？做梦！秦朝云，我没死，是不是让你很失望？我的儿啊，你终于醒了！你身上还有重伤，怎么就跑出来了呀？秦大小姐，当初陛下赐婚，因为边关突发紧急战事，我第2日便要率军出征，生死未卜。我出征前曾亲口叮嘱过你，你若不愿为我守节，大可禀明母亲回家改嫁。我甚至连给你的和离书都提前写好了，就放在这祠堂的暗格里。我早已交代过母亲，只要你有心上人，随时可以拿着和离书自由离去。我走之前，151时清清楚楚地与你交代了所有的退路，你为何不走？你为何非要死死顶着靖安侯夫人的名声不放，背地里却做出这种猪狗不如、有辱门楣的下贱勾当？想必你们是早就思想受受了。你觉得我出征去了边关，面对10万大军，肯定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你贪图侯府主母的荣华富贵，又想跟情郎双宿双飞，这才演了这么一出好戏。行了，我不听你的解释。还有你，我的好弟弟，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独撑着庞大的侯府。从小到大，我作为长兄，自问待你最亲最好，有什么好东西不是先紧着你？你却这样回报我，我万万没想到，我把后背交给了战场，你却在后院里与他通奸暗结。大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大哥。你简直让我失望透顶。没想到这位传闻中只懂打仗的靖安侯，这嘴皮子功夫竟然也这般厉害。这是给人吃的吗？全是馊的。爱吃不吃，你以为你还是正院里那个高高在上的侯夫人呢？放肆！你一个贱婢，竟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二公子的骨肉。哟，还二公子呢？现在满京城谁不知道，二公子为了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被老夫人赶出了家门，连个爵位都没捞着。老夫人发话了，你现在就是个无名无分的贱妾，能给你口馊饭吃，已经是侯府大发慈悲了。再敢挑三拣四，明天的饭也没了。我堂堂宁国公府的嫡长女，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沈燕，你还有心情睡？那个臭丫鬟都欺负到我头上了。干什么？现如今我们在一起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你就别没事找事儿了。暮云啊，你看这院子布置的可还合心意？母亲费心了，一切都很好。母亲，侯爷毕竟大病初愈，这般大动干戈会不会太劳神了？胡说，这算什么大动谦和？你当初为了侯府的名声，甘愿顶着魏王人的头衔进门，这份恩情我老婆子记一辈子。旭儿现在既然平安回来了，我靖安侯府就绝不能委屈了你。这婚礼必须重新办，而且要办得风风光光，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你才是我沈家名正言顺的长媳。我原本只打算抱着牌位当个寡妇，逍遥自在的过完这辈子。现在沈旭活过来了，这婚一办，我岂不是真要在这侯府里困死？母亲说的对，这场婚礼必须办。我听母亲说了，当日城门外，你自请以魏王人的身份，抱着我的牌位成亲。侯爷为国尽忠，慕云敬美万分，这是慕云应该做的。二小姐，你不必对我如此防备。无论你是为了顾全秦家那摇摇欲坠的名声，还是为了你自己能在侯府找个安身立命的避风藻，亦或是别的什么算计，我都承你这份情。你放心，既然圣旨已下，
你就是这静安侯府名正言顺的女主人。日后，这偌大的静安侯府内院之事，全由你一人做主。好一个静安侯，他不但不怪我算计他的名声，反而直接把掌家大权交给了我。他到底在想什么？侯爷厚爱，暮云只怕资历尚浅，难以服众。更何况二公子和姐姐那边，不必。至于沈燕和那个女人，你不必有任何顾虑。我听说宁国公府已经将秦朝云逐出了族谱，从今往后，她就是一个毫无背景的贱妾，你也不必再敬她为长姐。你记住，在这侯府里，若有人敢因为你的出身或者以前的事欺负你，你只管给我狠狠地打回去。出了任何天大的事，自然由我沈旭为你撑腰。看来这位静安侯不仅是个讲理的明白人，还是座极其牢靠的靠山。既然如此，这侯夫人我当了又何妨？沈燕，你好歹也是这侯府正儿八经的二公子，那些下贱的奴才怎么敢这么对我们？你给我闭嘴，还嫌不够丢人吗？我闭嘴！我连要几颗酸梅压压这恶心的孕吐，都要拿我仅剩的首饰去打点那些下人。从前我可是这侯府里说一不二的当家主母，那些下人连狗一样上赶着来讨好我。如今我为了你，落得这样一个连狗都不如的下场。你别忘了，我肚子里还怀着你们静安侯府的长孙呢，他们到底还把不把我们当成主子？当初勾引我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难道不知道我是侯府的二公子吗？我们在一起难道不是你情我愿，你自己自愿的吗？我为了你这个荡妇，彻底失了母亲的欢心，还让我大哥厌弃我，剥夺了我袭节的资格。你现在这副受尽委屈的样子做给谁看？你他妈还要我怎样？沈燕，你叫我什么？当初是你对我花言巧语，说你大哥是个只会打仗的粗人，不懂风情，是你跪在我面前发誓会爱我一辈子，我才把清白身子给了你。侯府的下人都可以对我嗤之以鼻，随意的欺辱。够了，少拿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来恶心我。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连个下人都敢骑在老子头上拉屎。我告诉你，秦朝云，早知今日，我当初就不该为了你这个贱人去得罪我大哥和母亲。我甚至在想，不如我现在就一纸休书把你休了。你要把我休了？对啊，只要我休了你，我再去母亲面前好好磕头认错，跪上几天几夜，说不定母亲心一软，就会原谅我。到时候，母亲肯定会再替我寻摸一门清清白白的亲事，就算聘个名门闺女进门做正妻，也不是不可能。到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让你这个被娘家赶出来的破鞋给我做妾，我已经是对你天大的恩赐了。沈燕，你个王八蛋！你敢休我！我怀着你们沈家的种！你休了我，我就去衙门告你骗婚妒傅坑！这就受不了了。我那二弟从小便文不成武不就，全靠母亲的溺爱和侯府的名头撑着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如今没有了静安侯府这棵大树给他倚靠，在这个吃人的京城里，他也该学学怎么懂事了。老夫人啊，您这大公子战功卓著，如今可是皇上面前最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啊！宁国公客气了，今天我到府上是为了我大儿和暮云的大婚。现如今我儿伤势已经痊愈，皇上也特许他半年长假，我想倒不如就趁此机会让他们两个正式大婚。好，这个婚礼要办，而且要大张旗鼓的办。暮云啊，为父真是没看错你。静安侯如今平安归来，胜券正浓，我们两府这门婚事依旧，那是天大的喜事啊！可不是嘛，亏得你当日在城门口那番贞烈之举，不仅保全了咱们秦家的颜面，更是让皇上对咱们国公府刮目相看。父亲母亲言重了，这都是女儿分内之事。你放心，如今静安侯正式迎娶你，咱们宁国公府也绝对不能哑人一头。你的嫁妆，爹已经命人连夜给你备好了，保准让你十里红妆，风风光光、名正言顺的去做这个静安侯夫人。暮云妹妹真是好福气，这可是江南最好的绣娘赶制了1个月才做出来的。
这做工怕是连宫里的娘娘都要眼红呢。可不是嘛，姐姐明日可是要风风光光的嫁入侯府做当家主母了，日后可得多多提携咱们这些做妹妹的呀。二小姐，不好了！大小姐她回来了！秦朝云，是啊，老爷早就下了死命令，绝不准她踏进府门半步。现在大小姐正在大门外闹着呢，非要见你一面，说是有几句话要跟您说，不然就死在门口。那个不要脸的荡妇，她当初做出那种辱我门楣的丑事，险些害得我们秦家所有未出阁的女儿都嫁不出去。她现在都被逐出族谱了，还好意思跑回来攀亲戚，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既然他非要见我，那我就去会会他，看看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你们这群狗奴才，放我进去！我要见我妹妹，我要见秦慕云！夫人，您这是干什么呀？哎，这不是秦府的大小姐吗？你来干什么？妹妹，你这是什么话？姐姐只是听说你明日就要大婚，特意跑来给你添妆的呀。日后你我都在静安侯府，咱们也是头例，妹妹又何必如此绝情，连这扇门都不让姐姐进？难道妹妹如今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做了静安侯夫人，便瞧不上姐姐这落魄模样了吗？想当初我还是侯府当家主母的时候，可是从未看清过你这个庶出妹妹半分啊！哟，真是笑死人了！你一个被婆家赶到偏院做妾，被宁家逐出族谱的破鞋，居然还有脸在这里提什么当初？你做出那种不要脸的龌龊事，现在怎么好意思顶着这副尊容出来恶心人？我要是你，早就一头撞死在城墙上了，还敢出来见人？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这里教训我？怎么，你做得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丑事儿，还不让人说了？秦慕云，你就是故意叫人来折辱我的，对不对？姐姐若是安分守己，谁会闲来无事折辱你？我做了不要脸的事，难道你就是什么冰清玉洁的贞洁烈女吗？你什么意思？你少在这里装清高！你和静安侯根本就没有正式成亲，却一直不知廉耻的住在一个院子里，整整3个月。秦朝熙，你疯了！休要胡说八道，败坏慕云的名声。我胡说？我就不信你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3个月，什么见不得人的勾陈之事都没发生。你不过就是个运气好点爬上主子床的贱婢罢了，又何必在这里高高在上的笑话我？天哪！难道这未来的侯夫人婚前就不干净了？你竟敢打我！打你又如何？当初在城门口，是皇上金口玉言下旨，替我和静安侯赐婚，一切礼仪皆由礼部操办，清清楚楚。侯爷既然活着回来，我秦慕云就是这大夏朝堂堂正正、名正言顺的静安侯夫人。今日的10里红妆是侯爷看中我，是老夫人礼遇我，与你这个被逐出族谱的妾室，有何干系？你强词夺理，你就是个和男人不清不楚的。姐姐说我与侯爷不清不楚，难道你的意思是，皇上的赐婚圣旨在你眼里算不得数？我没有，你少在这里给我乱扣帽子！秦慕云，你这个贱人，我跟你拼了！放开我！我是你的大小姐，你们敢碰我？今日我倒要看看谁敢对本侯的夫人不敬！沈燕，你若是管教不好自己的妾室，我这个做大哥的不介意亲手替你管教。到时候我可不管她是不是女人，更不会管她肚子里有没有身孕。她若敢再对侯夫人有半点不敬，你们便一起给我滚出静安侯府！你他妈还嫌不够丢人吗？今天是什么日子，你都敢跑出来闹事？沈燕，你放开我！人家都知道护着自己的夫人，你呢？你从来都没有为我说过半句话。
我警告你，你若再敢在这里撒泼发疯，我现在就写休书把你休了。沈烨，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你眼睁睁看着你大哥羞辱我，你连个屁都不敢放！吉时已到，新娘子出门上花轿喽！秦家好大的手主啊，这架势连公主出嫁都比不上吧？那当然，人家嫁的可是皇上亲封的和珍县主，不仅有国公府的底气，还有皇上的各种赏赐呢。这排场全京城独一份。听说靖安侯极其看重这门婚事，这是特意请旨重新办的。人家秦二小姐当初可是一心替侯爷守天的，哪像从前那个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丑事，简直没法比。虽然败了天地，可我真的要和他。喝了这杯酒，你我便是夫妻了。我答应过你，定会照顾你一辈子，绝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早些歇息吧，今日你也累了。人生第一次，我好像真的遇到了那个值得托付终生的人。大清早的，你发什么疯？成何体统？我怀着沈烨的骨肉，在偏远里受尽冷眼，可他竟然背着我，在外面养了一个狐妹子外室。你休要在新婚第一天跑到正堂来满嘴喷粪！沈烨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母亲，我亲眼所见啊！夫君昨日一夜未归，我担心他在外面喝醉了惹事，便带着丫鬟出去寻他。结果有小厮偷偷告诉我，看见他去了城西的杨花巷。我跟着过去一找，没想到他竟然在那破巷子里养了一个下贱的外室，而且那个狐媚儿都已经有了3个月的身孕了。这简直是荒唐！伤风败俗啊！二公子才刚刚因为你的事被罚去偏远，怎么又在外面闹出这种丑闻？母亲，你要为我做主啊！那个不要脸的狐妹子竟敢勾引夫君，她这是要逼死我肚子里的长孙啊！你个毒妇，休听他在这里胡说八道！母亲，什么狐妹子？茵茵她是正经人家的清白小姐，她是江南柳大人的庶女。放屁！知书达理的好女子会跟你一个有妇之夫私相授受，会在外面跟你珠胎暗伤。这种不知廉耻、破坏别人家庭的下贱女人，就该直接拉去进猪笼。你敢？你有什么脸说茵茵？你难道又是什么好东西吗？你比她更不要脸！你一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偷偷爬上我的床，你在京城闹的笑话还嫌不够大吗？若真是要把人拉去进猪笼，那第一个最该被进猪笼的也是你这个荡妇。沈烨，你竟然为了那个贱人这么对我！母亲，茵茵为了跟我在一起，已经离开了柳家，儿子已经做了决定，我要娶茵茵为妻。你这个逆子，你竟然敢做出这种事！你若是一意孤行，非要娶那个不干不净的庶女进门，那你今天就给我搬出靖安侯府！燕老，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啊？母亲正在气头上，你快跟母亲认个错啊！我与茵茵是真心相爱的，不用你们赶，我今日便搬出这压抑的侯府。燕老，你不要丢下我！秦朝云那个蠢货懂什么？我那是在自救。早在我去江南办差时，便与大理寺丞柳大人的庶女茵茵一见钟情。这次柳大人升迁上京赴任，茵茵自然也跟着来了。如今大哥没死，
我袭爵无望，甚至被赶出侯府。但只要我娶了茵茵，借着岳父大理寺称的势力，我照样能东山再起。燕郎，嫣儿不嫌弃你被侯府赶出来，嫣儿只图你这个人。各取所需罢了。他图我样貌好，出身侯府的底蕴，而我图的是他背后的柳家。就算柳大人再怎么不待见这个庶女，但我如今生米煮成熟饭，他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种。等我把他明媒正娶过门，柳大人为了柳家的门面和名声，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下我这个女婿。岳父大人，小婿沈燕带着茵茵回门了。二公子，您请回吧。我家老爷和夫人说了，刘府门第清白，丢不起这个人。管家，你是不是弄错了？茵茵已经和我成亲了，她肚子里还怀……夫人向来严苛，最恨不知廉耻的下贱胚子。夫人说了，从柳茵茵跟着你跑出柳家的那一刻起，她就不再是柳家的女儿。不认了？怎么可能？他们连柳家的门面都不顾了吗？我机关算尽，不惜和母亲翻脸搬出侯府，到头来我竟然娶了2个被娘家逐出家门、毫无半点主理的破鞋！小叔，怎么这般憔悴？这成亲才没几天，就算是分了家，也该顾及一下侯府的体面啊。秦慕云，你少在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你来看我的笑话是吧？沈燕，怎么跟你嫂嫂说话的？他明明就是来看我笑话的。小叔误会了，我只是听说柳家不认这门亲事，心疼小叔罢了。既然木已成舟，2个弟妹也都怀了身孕，小叔还是塌下心来，安分守己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吧。秦慕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个运气好，爬上我大哥床的贱人，少在这里对我指手画脚，我的事跟你没关系。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娼妇，你一个庶出的贱种，有什么资格跟我抢这个月的家用？你个被娘家赶出来连族谱都不上的破鞋，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保正室的谱？燕郎可是明媒正娶把我抬进门，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是个无名无分的贱妾。燕郎给我的银子，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撕了你这张烂嘴！都给我住手！燕郎，你看看这个贱人，他不仅克扣我的安胎药钱，还敢动手打我！燕郎，你别听他胡说，明明是他先动手扯我的头发，你要为我做主啊！滚！都给我滚远点！夫人，您是没看见二爷那院子里天天跟唱大戏似的。今天早上，刘小娘把秦姨娘的洗脸水里掺了辣椒妙，秦姨娘气得直接拿公桶泼了回去。这天天打得鸡飞狗跳的，倒也是个稀罕劲儿。可不是嘛，满京城的下人现在都在看二爷的笑话呢。听说二爷现在被那2个泼妇吵得连家都不敢回了。哦，不回家？那他这下了衙门都去了哪里啊？回夫人，奴婢打听清楚了，二爷现在拿着老夫人分家时给的那点仅剩的蹄子钱，天天泡在城南的红袖招里，说是迷上了一个新来的青皮儿，整夜整夜的不归家呢。还是你这里好啊，没有那2个天天像催命鬼一样的疯婆娘。二爷，那您就多待会儿嘛。二爷，您若是喜欢，便天天来嘛。只是这酒钱爷有的是钱，爷可是靖安侯府的2公子，这点小钱算什么？今晚不醉不归。夫人，二爷昨晚又宿在红袖京了，听说把这个月的俸禄全赏给那个歌妓了。既然二叔在外面玩得这么尽兴，那他院子里的那2位妹妹，想必等得十分焦急了。去，
找个机灵点的小厮，装作不经意的去二叔那破院子周围溜达一圈，把二爷在洪秀昭一掷千金包饮花魁的消息好心的透给秦朝云和柳茵茵听听。奴婢明白，奴婢这就去办，保证让那两位主子听得清清楚楚。沈燕，你不是嫌家里吵吗？那我就让他们去外面，当着全京城人的面，好好陪你吵个够。哎呦，两位姑奶奶，这里可是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你们两个大肚婆跑进来成何体统啊！滚开！老娘来找自家男人，谁敢拦我，我撕烂他的嘴！你们怎么找来了？下贱的娼妇，连我秦国云的男人勾引，你也敢勾引？二爷救我！沈燕，你个杀千道的王八蛋！我们在家里连买安胎药的钱都快没了，你居然拿着老夫人给的提子钱来这种暗的地方找婊子，你还是不是人啊？这没良心的畜生！我跟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今天必把钱全给我吐出来！你做个我真是！别打了，别打了！哎呀，我的姑奶奶们，给我留点面子吧！快去开我的嫁妆箱子，拿些首饰去请全城最好的稳婆和大夫，我快生了。姨娘，完了，全完了，您的嫁妆箱子全空了。你说什么？怎么会空了？是二爷，二爷昨晚趁您睡着，把里面最后一点金银首饰全偷去青楼还酒债了。现在库房里只剩下几十个空木箱子，咱们连抓一副推产药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听说妹妹要生了，婆婆特意吩咐我带几个稳婆过来瞧瞧。秦慕云，你赢了，你现在满意了吧？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你把金安侯还给我好不好？你把他还给我！是我瞎了眼才会看上沈燕那个畜生，我才是宁国公府的嫡长女，那个位置本来就该是我的。还给你。秦朝云，你太天真了，就算我愿意把这个位置让出来，你以为我夫君他还会多看你这个不守妇道的破鞋一眼吗？滚！你给我滚！我不要你在这里假惺惺的看我的笑话。姐姐，走到今天这一步，怨不得别人，是你自己的贪心，是你自己那永远填不满的私欲，亲手毁了你自己。二爷，你快回去看看吧。秦姨娘因为孕中多思，又胡吃烂喝泄愤，导致胎儿过大，现在已经痛了1天1夜了，生不出来啊！滚一边去！别在这扫大爷的兴。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偏她这般娇气，让她自己忍着。沈燕，你简直猪狗不如！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沈燕，你这个畜生，我好恨啊！秦朝云，曾经高高在上的宁国公府嫡长女，为了荣华富贵不择手段的女人，最终因为胎儿过大难产，在这间无人问津的破落偏院里，活活痛死在了这张沾满鲜血的产床上。沈燕这个畜生，秦朝云为了他落得这般田地，他竟然连看都不来看一眼。收拾东西，带上锦儿，马上回大理寺城府。我就是回去跪死在父亲面前，也绝不和这种冷血无情的畜生再过1天。秦朝云，你叫魂呢？生个孩子也这么不消停？给老子倒杯水来！秦朝云，死哪儿去了？人呢？人都死哪儿去了？爷爷，朝云，人都死哪儿去了？二爷，秦姨娘昨夜难产，一尸两命，已经没了。刘小娘看着害怕，连夜带着刚出生的小姐卷了铺盖回娘家去了。夫人，大喜事，大喜事啊！
可是二房那边又闹出什么新花样了？可不是嘛！那柳大人见自家女儿带着刚出生的外孙女儿，哭着跪在刘府大门口认错，终究是心软了，又把人接了回去。柳大人转头就在今天的早朝上狠狠参了二爷一番。哦，参他什么？柳大人一口咬定，当初是二爷蓄意诱拐他家清白庶女，还说二爷在外面包揽诉讼，私吞嫁妆。皇上雷霆震怒，直接让大理寺把二爷给抓进大牢里去了。放我出去！我可是靖安侯府的二公子，去叫柳依依来见我。只要她肯原谅我，柳大人一定会放我出去的。依依，你不能这么对我！巨夷又紧，锒铛入狱。上一世沈燕和秦朝云为了偷龙转凤，冷眼看着我活活难产而死时的那副嘴脸，如今他们一个惨死产床，一个身陷囹圄，这就是你们这对畜生的报应。怎么了？可是太医刚诊出你有2个月的身孕，身子又不爽利了。恭喜侯爷，贺喜夫人！夫人这脉象已是2个月的喜愿了。那日是你我贪杯，喝了那几坛子烈酒，误了事。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安心心的养胎，可不许多思多虑。侯爷，无论发生何事，哪怕这天塌下来，你都会护住我和孩子吧？那是自然。你们是我的妻儿，是我沈旭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定会护你们一世周全。怎么，经历过这么多事，你还不信我？信，当然信。哎呦，侯爷，这产房乃是血光之地，污秽的很，男人是万万不能进来的，会冲撞了你的煞气。我夫人若是出了半点差池，我要你们全部陪葬。这一世，我能在跌下悬崖后活下来，能在这乱局中娶到你，是我用尽了所有的力气求来的。所以，你绝对不能有事，你必须给我好好活着。你也是。疼死我了！你给我滚出去！别在这里碍事！恭喜侯爷，贺喜侯爷，母子平安，是个大胖小子啊！新生命的到来，终于冲破了一切。暮云，从今往后，我们一家3口全都是好日子。